你知道吗？韩国有一些人正在强烈的要求把汉字放回到韩文里面，用韩文不好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韩国汉字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虽然现在在韩国的街头几乎看不到汉字，但其实韩国在历史上面曾经大量的使用汉字。如果你看过《大长今》之类的古装韩剧应该会发现里面的人写字都会使用汉字，而且到今天韩国人的身份证上面也都会写着他们的汉字名字。但除了名字之外呢，一般韩国人却很少会使用汉字。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韩国人跟汉字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汉字后来是怎么在韩国消失的？现在又为什么有韩国人想要复活汉字呢？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入工商服务时间。新年快乐，恭喜发福！看着过年期间一起团团圆圆肚子，不知道该从何下手吗？没有关系，我将减重名医宋晏人和我共同推出的外食减重学线上课程，带你瘦一波。课程的精髓就是教你欢喜吃，照样瘦。首先会传授给你无痛减重饮食指南，能够让你一眼判断出好吃又会瘦的优质外食，不必计算热量，不用节食挨饿，就能够透过日常美食来减重，非常适合工作忙碌、三餐在外的小资外食族。课程呢还会带你认识6大荷尔蒙体质，让你根据体质调整策略，闪开陷阱，避免复胖，让你瘦得更精准、更有效率。现在这堂超过3000人预购的外食减重学，提供年后瘦一波的6折特别优惠，搭配我的专属折扣码77 New Year， 还能够再领500元的开工红包，让你积省2500。想要趁年后瘦一波的你，千万别错过啦！韩国人跟汉字的恩怨情仇要从2000年前开始说起。公元前100年，汉武帝东征朝鲜，开启了中国对于朝鲜半岛北部的统治。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之前，朝鲜基本上呢都在中国政权的势力范围内。而这中间当然有些权力的消长，但是在接近2000多年的时间里面呢，朝鲜基本上呢可以说是中国的藩属国，而来自于中国的汉字跟汉文化也就跟着一起影响到了朝鲜半岛。像是历代的朝鲜王朝几乎都是把中国文化当成是高阶文化，不止呢在这个政治体制上面模仿中国，还曾经引进科举制度，把四书五经当成是官方的考试科目。一些文人雅士呢也会比拼写汉诗的功力，来表达自己很有文化。这种种的影响都让汉字在朝鲜的文化里面根深蒂固，在15世纪之前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文字。不过这边就有个问题了，当时的朝鲜人都还是在用朝鲜语沟通的，那只用汉字的话，他们要怎么样记录平常讲的话呢？为了记录朝鲜语当时人就发明了所谓的相查、力读等等的方式。这个简单来说呢，就是有点像空耳的方式，直接找类似的汉字呢去写朝鲜语。不过这个做法当然超级复杂，而且因为这个汉语的文法读音都跟朝鲜语差很多，对一般人来说很复杂难写。因此呢，能够读写汉字的人几乎都只有上层阶级，一般人根本无法使用。这问题一直到了15世纪，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15世纪的时候呢，朝鲜王朝第4代国王世宗大王创造了一套简单易学的文字系统谚文，也就是现代韩文的前身。这个谚文呢，一开始有28个字母，有点像是注音符号的方式去拼读出朝鲜语，让大家可以用这套系统去写出自己嘴巴里面讲的语言。那这用起来当然就比用汉字写朝鲜语方便多了，还能够帮助普及教育给一般人使用。不过因为当时的统治阶级还是非常的崇尚汉文化，觉得这样子抛弃汉字就等于是不文明的野蛮人，所以都不屑使用谚文。因此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谚文大部分都还是只有下层阶级的人会用，使用率不算太高。而时间就这样子快转到了20世纪，在日本殖民朝鲜的时候呢，谚文地位有了明显的转变。当时的朝鲜知识分子为了抵抗殖民者，开始非常的努力推广谚文。这一来呢，是为了普及教育给一般民众；二来呢，也是为了标榜朝鲜民族的独特性，建立民族精神。而在这段时间之后呢，韩文的接受度大大的提高，一直到2战结束之后呢，南北韩分裂，北韩呢在1949年决定全面的废除汉字，而南韩呢也颁布了谚文专用法，规定公文书呢都要全部的使用韩文书写，只有在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在旁边加注汉字。而到了1960年代，南韩还发动了废除汉字运动，让中小学教科书不再出现汉字。等于说，现在的韩国年轻人如果没有特别学的话，除了自己的名字就看不懂汉字了。不过韩文呢跟汉字之间的纠葛并没有因为这个样子就切断。
韩国人的汉字使用频率呢，从战后就持续下降，到了1990年代，汉字几乎完全从报章杂志上面消失。不过虽然没有直接用汉字韩国人的语言里面还是会用一些所谓的汉字词，也就是以汉字为基础造出的词语。根据韩国国立国语研究院在2005年进行的现代国语使用频率调查，在现代韩语当中呢，汉字词的比例高达了66%。这就是为什么你有的时候看韩剧的时候，会听到一些听起来跟中文或是台语很像的单字。而除了汉字词之外呢，另外一个韩国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少数会碰到的汉字，就是自己身份证上标示的汉字名字。那为什么要保留这个名字呢？主要是因为呢，韩国有非常多同音的名字，如果不加入汉字可能会很难辨别谁是谁。比如说韩国偶像团体的真容与这个另外一个团体的郑勇，他们两人呢虽然汉字的名字不同，但读法都一个样子，那需要看汉字才有办法辨认确认在讲谁。那到这里呢，你可能会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名字会这样子撞同音字，那其他东西难道不会吗？答案是真的会。因为韩文的同音字很多，所以在使用的时候呢，通常需要看到上下文才有办法判断确切在讲的是什么东西。有的时候呢，就难免会造成误会跟理解困难。比如说呢，韩语里面的医师跟医师的念法都一样，有些学生呢在学习的时候就会误以为抗日义士呢是抗日医师。除此之外呢，在很多的韩语的专门书籍，特别是在讲医学还有法律的书里面，也有非常大比例的汉字词。如果不懂汉字可能也会造成理解上面的困难。也因为这个样子，其实在韩国内部呢，还有很多人希望在教育系统里面导入汉字教育，重新复活汉字。这主张复活汉字的人认为呢，汉字除了可以促进学习理解之外，还有文化上面的意义。因为韩国的古文都是用汉字写的，不会汉字就等于是完全看不懂古文，会导致于韩国人跟历史还有传统完全断绝。而另外，随着中国崛起韩国跟中国有很多的经贸往来，他们认为基于经济上面的好处，也应该要让韩国人多多的学习汉字，拉近跟中国的距离。这主张复活汉字的人呢，也不算很小众。除了专家学者之外呢，包含的像是金大中朴槿惠等等好几位的韩国总统，也是复活汉字的支持者。在2014年，韩国教育部呢，甚至发表了文理科统合教育课程，希望从2018年开始就把汉字重新导入小学全科目的教科书之中。但这些主张却遭到了很强力的反弹。前面提到，韩国原本想要重新推动汉字教育，但是这个政策却受到了国内韩文团体还有教育界的激烈反弹。这些反对者们认为纯用韩文其实还是能够看得懂资讯，并不会降低学生的理解能力，反而呢是让小学生学汉字会加重学童的学习负担，甚至让学童对于国文科目产生抗拒感，反过来降低他们的学习成效。而另外也有很多的反对者认为，韩文呢是韩国人的骄傲，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文字，应该要被好好的保护。现在想要在教科书上面标注汉字，可能会给学生一种韩文没有汉字辅助就不行的印象，让学生觉得汉字是比较优秀的文字。因此呢，当时在短短1周之内韩国就有将近一半的教育大学教授签署反对声明，要求政府撤回政策。而面对这些反对声浪呢，韩国政府本来想退一步说不然就只导入300个汉字就好，但还是引起了相关团体的猛烈抗议。所以后来这个汉字教育政策呢就没有真的落实。2018年韩国政权转移之后，也跟着无疾而终。不过我们上面提到这些支持跟反对的声音，主要还是相关团体还有专家学者的意见。那一般人，韩国人他们是怎么样看汉字的呢？民调机构盖洛普韩国呢，曾经针对汉字的问题，对成年韩国民众进行一项调查。调查结果发现，觉得不懂汉字会造成生活不便的人占了46%，看起来好像不少，但这个比率呢，在2002年是70%，2014年呢是54%，呈现了非常明显的下降趋势，表示越来越多的韩国人觉得，其实不会汉字也不会怎么样。但蛮有趣的是呢，虽然有一半左右的韩国人认为没有汉字也不会不方便，可是却有高达78%的受访者都认为说，应该要在中小学实施汉字教育。这样子结果看起来有点矛盾有些分析呢会认为说，这表示虽然有不少人觉得汉字很难，甚至会威胁到韩文的地位，但他们还是肯定汉字的使用价值。就算不支持使用汉字，也赞成学童们呢至少应该要认得汉字。而这个矛盾的结果，或许也反映出了韩国人对于汉字复杂的情感。我们这一集呢，在看韩国汉字资料的时候，除了觉得冷知识很有趣，看到韩国汉字教育争议呢，其实也觉得即视感还蛮强的。虽然不完全一样但这个争议的论点呢，跟我们的文言文教育问题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在讨论删减文言文的时候，最强烈的论点就是认为文言文会降低学生的学习意欲，而这个说法呢，就跟韩国教育界几乎一样。
同样的，支持文言文还有韩国汉字的论点呢，也都是认为这些文字可以增强学生的文字能力，反而会有对于理解的帮助。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韩国，感觉双方对于有用的立场有很大的落差，而这个背后的关键可能也跟文化认同的问题有关，因为文字不是工具而已，选择用什么文字，多少会反映出一个人的文化认同，让整个问题变得更复杂。那从这点来看的话，韩国的汉字争议可能也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那今天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你认为韩国未来有没有可能重新使用汉字呢？我觉得不会，年轻人都越来越少用了，汉字应该就会自然消亡吧。比我觉得会等他们对于汉字的这个复杂情绪减低之后，可能会单纯的当工具来用。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折中的方法像日文一样呢，把汉字跟韩文混用。提起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韩国汉字。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简体字的由来以及文言文争议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祝大家龙心大喜，新年迎新机最高值2000元，多点财神器送哈密 Point18000点，好运人人有，上网量加码送哦。走春最 lucky， 国际漫游畅享天天价，中华有心，龙心大喜，龙心为奖励，永远走在最前面。中华电信。